朋友你好，我是你的老朋友。今晚夜色很深，窗外的车流声也渐渐稀疏了。这样的时刻最适合聊点真正本质的东西。我不想跟你讲什么大道理，也不想给你灌什么鸡汤，我只想把你拉到我的书桌旁，给你倒一杯温热的茶，然后我们面对面，像两个认识多年的老友一样，聊聊一个词。这个词叫极度聪明。你觉得什么是聪明？是智商180？是名校毕业？还是在职场上长袖善舞，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以前我也这么认为，那时的我以为聪明就是反应快，就是会算计，就是从不吃亏。直到我跌跌撞撞走过30岁，见过了一些真正厉害的人，那些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且生活的从容自在的人，也经历了一些刻骨铭心的失败，那些让我深夜痛哭怀疑人生的至暗时刻，我才突然明白，我们绝大多数人对聪明的理解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真正的聪明不是小聪明，不是抖机灵，真正的聪明是一种对世界运行底层逻辑的深刻洞察，是一种能够跨越时间周期看到事物终局的思维能力。它不是让你在争论中赢过别人，而是让你在人生的长跑中赢得自由，赢得内心真正的安宁。今晚我把这些年哪怕磕得头破血流才换来的30条思考揉碎了掰开了讲给你听。这话有点长，大概需要你花上10几20分钟，但我向你保证，如果你能静下心来读完，这也许会是你今年最重要的一次认知升级。第一部分，关于赚钱，你可能一直在假努力。让我们先从最俗也最痛的话题聊起，钱。我知道你很努力，真的，我懂那种感觉。你每天挤着早高峰的地铁，在拥挤的车厢里被挤成一张相片，闻着混合着豆浆和香水的复杂味道。你晚上加班到写字楼的灯都灭了，还在修改那个该死的 PPT。 饿了就塞一口便利店的冷三明治。你告诉自己，只要我足够努力，我就能致富，只要我比别人更拼，我就能过上好日子。朋友，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世界，你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依靠出卖时间是永远不可能致富的。如果努力就能致富，那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应该是建筑工地的搬砖工人，或者是凌晨4点起来扫大街的环卫阿姨。他们不努力吗？他们比任何人都辛苦，比任何人都起得早，睡得晚。但为什么他们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为什么他们依然要为明天的房租发愁？因为赚钱这件事跟工作的辛苦程度真的没有必然联系。你要明白，财富的本质是你为社会提供的价值，以及你是否拥有税后收入。什么是税后收入？就是当你晚上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时，你的资产依然在为你赚钱。这就要提到一个核心概念，杠杆。普通人为什么活得累？因为我们唯一的杠杆就是自己的时间。我们用时间换钱，但时间是刚性的，一天只有24小时，你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也卖不出25个小时。而且一旦你生病了，请假了，不工作了，收入立刻归零。所以依靠单纯出卖时间赚钱，天花板极低，风险极高。极度聪明的人都在寻找杠杆。在过去，杠杆主要有2种。第一种是劳动力杠杆，也就是你雇很多人为你打工，但这很难，你需要管理，需要发工资，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第二种是资本杠杆，也就是你借很多钱去投资，或者买机器建工厂，但这门槛太高了，咱们普通人玩不起，一不小心就背一身债。好在我们生在了一个最好的时代，互联网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几乎零成本的杠杆，代码和媒体。你看那些写公众号的人，做 YouTube 视频的人，写代码开发 App 的人，
他们写一篇文章，录一个视频，写一套软件，付出的成本是固定的，也许是几个晚上的时间。但是这一篇文章可以被1万人看，也可以被1亿人看。这个软件可以被1个人用，也可以被全世界用。这就是星号编辑成本为0星号。这就是不需要任何人许可的杠杆。你不需要求着老板给你升职，不需要求着银行给你贷款，不需要求着电视台给你曝光。你只需要一台电脑，一部手机，你就可以把你的思想、你的才华、你的产品分发给全世界。所以如果你想变得极度聪明，请立刻停止单纯的出卖时间。哪怕你现在还在打工也没关系，但你一定要在下班后去思考，去尝试。有什么东西是我创造一次却可以无数次卖出的？有什么价值是脱离了我的肉体依然可以独立存在的？哪怕是写一份行业报告，录一套微课，哪怕是整理一套 Excel 模板，只要它能被复制，它就是资产。记住，把自己产品化是你通往财富自由的唯一入场券。第二部分，关于选择，别在平庸的赛道上狂奔。聊完了钱，我们来聊聊选择。有句话你一定听过，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但这只是半句废话，因为没人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我见过太多聪明人毁于随波逐流，看到别人考公，他也去考公，不管自己适不适合体制内；看到别人搞直播，他也去搞直播，不管自己是不是那块料；看到别人炒币，他也冲进去，结果成了最后接盘的韭菜。他们像一群无头苍蝇，哪里有热点就往哪里撞，结果呢，往往是成了炮灰，或者在红海里卷得血肉模糊，精疲力尽。极度聪明的人从不追逐热点，因为他们知道，当一个机会已经变成热点，连街边卖菜的大妈都在讨论时，它就已经不是机会了，而是陷阱。那么怎么选？我有3条建议，字字珠玑，是我用真金白银换来的教训。第一，想明白3件事：做什么，和谁做，什么时候做。这其中做什么最重要。你要做的必须是你真正热爱的，你原本就擅长的东西。你的专长是无法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的，学校教的是标准件，是把你变成一个合格的螺丝钉。但真正的专长源于你的好奇心，源于你在童年时期就展现出的那些天赋。回想一下，小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是你做起来觉得像玩一样开心，但别人看起来却觉得你在拼命工作的？也许是搭积木，也许是画画，也许是拆解电器，也许是跟人聊天。找到这件事，然后把它做到极致。在这个领域，你没有竞争对手，因为没人能比你更像你自己。最好的竞争就是没有竞争。当你做你自己的时候，你是独一无二的。第二，少玩零和游戏，多玩正和游戏。什么是零和游戏？就是麻将桌上的游戏，我赢了你就要输。蛋糕就这么大，我们拼个你死我活。职场里的勾心斗角，为了一个职位互相拆台。商场里的恶性竞争，为了抢客户互相压价。这些都是零和游戏。这种游戏赢了也是惨胜，输了就是万劫不复。它会消耗你大量的精力，让你变得狭隘、焦虑。而正和游戏是我们一起把蛋糕做大。比如我们合作做一个项目，你出技术，我出市场，最后我们都赚到了钱，社会也得到了好产品。聪明人只跟志同道合的人玩长期的正和游戏，他们懂得分享利益，懂得利他就是最好的利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建立长远思维。我们的大脑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天生就是短视的。原始社会里，看到果子就要赶紧吃，看到野兽就要赶紧跑。思考明天吃什么的人都饿死了。所以我们本能地排斥短期痛苦，追求短期快感。
想减肥，但忍受不了炸鸡的诱惑；想读书，但忍不住去刷短视频；想存钱，但忍不住买。但现代社会的逻辑变了，几乎所有美好的东西，财富、健康、深厚的关系都来自复利，而复利需要时间，需要忍受前期的枯燥和缓慢。健身前3个月可能完全看不到变化，投资前3年可能收益平平，读书读1本可能没感觉，读100本你才能脱胎换骨。极度聪明的人是那些能够为了长期的巨大的收益而主动选择忍受短期痛苦的人，他们是时间的朋友，而不是时间的奴隶。第3部分，关于人生，痛苦是真相的伪装。说到痛苦，我想多聊2句。我知道没人喜欢痛苦，失恋的痛，破产的痛，被误解的痛，迷茫的痛。当我们面对痛苦时，第一反应往往是逃避，是抱怨，是问苍天，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为什么老天对我这么不公平？但在极度聪明的人眼里，痛苦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说，痛苦是人生最好的老师，比任何大学教授都要高明。仔细回想一下你人生中成长最快的阶段，是不是往往都是你最痛苦的时候？当你过得顺风顺水时，你是不愿意改变的，你只会惯性的滑行，沉溺在舒适区里。只有当现实给你重重一击，把你打倒在地，让你痛彻心扉时，你才会被迫停下来思考，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是不是跟我得不一样？痛苦的时刻就是真相大白的时刻，它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提醒你，你的认知和现实世界出现了偏差。如果你失恋了，可能是提醒你，你爱的方式不对，或者你选人的眼光有问题。如果你亏钱了，可能是提醒你，你的投资逻辑是错的，你在赌博而不是投资。所以下次当痛苦来袭时，别急着逃跑，也别急着把自己灌醉，试着拥抱它，剖析它，哪怕含着泪，也要盯着他的眼睛问，你想教会我什么？一旦你听懂了痛苦的语言，你就完成了一次蜕变，你的认知就上了一个台阶。除了痛苦，人生还有一个巨大的成本，叫做星号情绪内耗星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无意义的情绪上，嫉妒别人的成功，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后悔昨天的失误，在脑海里反复播放尴尬的画面，担忧明天的未知，为了还没发生的事焦虑的睡不着，为了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在心里上演一出宫斗剧。朋友，人生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你唯一真正拥有的也是时间。把时间花在省钱上是不会致富的，你应该花时间去赚钱。把时间花在情绪内耗上是不会幸福的，你应该花时间去创造，去体验，去爱。极度聪明的人都有极强的屏蔽力，他们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他们太清楚时间的价值，他们舍不得把哪怕1分钟浪费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上。正如那句话所说，将军赶路，不追小兔。你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就别在烂泥坑里跟癞蛤蟆纠缠。当你学会了不在乎，你的人生才真正开始。第4部分，关于智慧思考的间隙及开悟。聊到最后，我们来谈谈智慧。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星号空隙星号。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大脑像一条拥堵的高速公路，塞满了新闻、八卦、工作、焦虑、短视频的 BGM， 没有一丝缝隙。我们不敢停下来，不敢让自己闲着，仿佛一闲下来就会被世界抛弃。排队的时候要看手机，上厕所的时候要看手机，连睡觉前最后1秒都在刷朋友圈。但真相是，休闲的大脑往往能产生伟大的创意。阿基米德在泡澡时发现了浮力定律，
牛顿在树下发呆时被苹果砸中，爱因斯坦在骑自行车时想通了相对论。真正的智慧往往不产生于忙碌的做题过程中，而产生于你放下笔，望着窗外发呆的那个瞬间。思考的间隙即是开悟。所以给自己留点留白的时间吧，去散步，不带手机，去发呆，看云怎么飘，去阅读，读点无用的书，特别是阅读。如果让我只推荐一个让你变聪明的习惯，那一定是阅读。但不是那种为了发朋友圈的打卡式阅读，也不是那种追求速度的量子波动速读。书要慢慢读，要反复读，读经典，读那些经过了时间洗礼依然闪闪发光的书。要读什么？不要只读小说和鸡汤，要去读微观经济学，它会教你理解供需和激励；去读博弈论，它会教你理解合作与竞争的策略；去读心理学，它会教你理解人性；去读进化论，它会教你理解生存的法则；去读数学和计算机，他们会教你逻辑和算法。这些学科构成了世界的底层代码。当你读得足够多，你会发现这些知识会在你脑海里连接成一张网。遇到问题时，你不再是单点思考，而是系统思考。你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因果，你会预测别人预测不到的未来。这就是查理·芒格所说的星号多元思维模型。星号尾声，自由是人生的终极奖赏。说了这么多，我们努力赚钱，努力变聪明，努力升级认知，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买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让别人高看一眼？也许是，但我觉得这还不够。这些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认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是自由，不是那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放纵，而是星号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星号的底气。是你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不需要为了生计出卖自己的灵魂。是可以选择在哪里生活，和谁在一起，从事什么职业。是当你面对不喜欢的客户，不合理的加班，不健康的关系时，可以平静而坚定地说一声不。一旦你品尝过这种自由的滋味，你就再也不想回到那个被别人掌控的世界了。你会发现，你以前追求的面子、排场、虚荣，在自由面前都不值一提。朋友，夜深了，今天的谈话可能有点沉重，也有点长，但我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种进你的心里。也许明天早上醒来，你依然要挤地铁，依然要面对一地鸡毛的生活，依然要为 KPI 发愁，但这没关系，只要你的思维变了，你的世界终将改变。从今天起，试着做一个长期主义者，试着去寻找你的杠杆，试着去打磨你的产品，试着去屏蔽那些无意义的噪音。别急，慢慢来。人生不是100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你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做一个极度聪明的好人。愿你拥有财富，更拥有驾驭财富的智慧。愿你终将自由，这才是极度聪明的真正含义。